融市场啊出现了一个大洞，到底是哪个洞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众所瞩目的降息是不是真的要发生了呢？那大家都在关注说，哇，联准会9月份是不是会降息？之前其实呢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正在展开。好，那到就是 Jackson Hole， 哇，这是全世界的央行大家都要去开的央行年会。很多人讲啊，这就是1年1度最重要的经济会议，所以呢，你要观察全球经济。如果你是一个全世界操盘的一个这个金融专家，你一定要好好关注这场会议。这场会议啊，可能会比联准会某一次的一个会议都来得重要许多。好，那其实呢，在每一次 Jackson Hole 的一个会议当中，都会牵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迭了哦，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举例一下，在过去这几年，到底呢 Jackson Hole 这场会议啊，对金融市场来讲造成了什么样的撼动？好，我们就看前一年2023年，2023年那个时候呢 ，Jackson Hole 之前大家就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结果呢，本来在上涨的一个这个金融市场就稍微修正休息。好了，等了会议结束了之后呢，大家吃下了定心丸，再继续涨。那另外呢，一次看到2022年那个时候呢，本来好好的，但是会后呢，听到了这个会议结论之后，嘣嘣嘣就开始下跌。再往前看2021年那个时候呢，也是在会议之后又继续的往上涨。2020年那个时候之前是在跌，后来又开始涨。好，那你说按每年其实不太一样，我到底要怎么样抓出规律呢？就要告诉你，其实啊，这场会议啊，就是让金融市场停看听，如果之前都在涨，那会议之后呢，就是休息一下，继续往上，大致上是这样。那这一次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大家普遍会觉得比较类似，接近于2023年了哦。因为呢，就看看到底呢，在这一次的 Jackson Hole 当中啊，这个鲍尔主席会说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期待你说出一些降息，最好是一直降，一直降，降到所有金融市场很开心。那到底他会怎么说？那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现在呢，法人预期啊，普遍再去分析说，最近几次经济数据应该8、9不离10。你看到了这个经济状况，美国应该是可以软着陆。好，软着陆的话呢，那似乎鲍尔也不需要非常激进的有一些降息的动作。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投行，大家对于接下来联准会的降息的动作呢，其实猜的都大致上非常相近啊，所以我们整理在这边来跟大家讲了哦。大家目前为止啊，一般来看就会觉得9月份就会是第一次降息，然后来到11月，再降一次，12月再降一次。那现在呢，这个各个投行他们在猜测的时候，比较有一点点出入的就是降息的幅度。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高盛就讲了，他认为连降3次，那各降1码。然后大摩觉得他会降3次，也觉得降3次。然后他说呢，可能就降25个基点。然后呢，小摩觉得会降3次，会降75个基点。然后汇丰呢也觉得是降3次，然后呢每一次1码，所以就是75个基点。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大家应该好像有志一同，觉得这个联准会应该就是在9月、11月、12月都会降1码。所以目前呢，大家觉得联准会降息的 tempo 是这样哦，大家觉得应该如此哦。你看很多投行都这样想。好，那如果大家都觉得那就是会降息了，那你应该怎么布局你的投资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成功的案例。其实在今年6月份呢，有一笔投资啊，在华尔街引发了撼动，大家都在问那是谁？那是谁？那是谁？好，什么样的投资呢？就是啊，在6月份的时候有一笔很惊人的数字，总共是27亿美元。那一次买一次买什么商品呢？买 TLT。TLT 是什么？就是20年期的美国公债的 ETF。一次投入，没有分批，也没有考虑，没有犹豫，一次就买进去。买进去之后，大家心想说：“哇塞，27亿美元合新台币呢，大约是875亿新台币。”
很多钱呢，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笔投资可以这么多钱。你要去银行汇款，可以汇这么多个零，是不是？我们真的不懂，没汇过。好，那无论如何呢，这笔投资，华尔街大家都在这个到处问，到底是谁呀？后来终于曝光，他是谁呢？他就是在美国当地一个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他专门在帮人家投资，他就是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当中的投资长。他做了一个这么样大的一个决定，27亿美元一次投入就买 TLT。好，那买了这个 ETF 呢，押宝就是长天期的美国公债了哦。好，那买了之后呢，当然就是押宝它会降息嘛。然后这个投资长说他为什么买这个商品呢？他说，因为他就觉得美国会经济衰退，他说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说联准会都美化数字，但是在他来看，在他在华尔街拦计程车的一个经验，在他在华尔街消费的经验，他就觉得那就叫做经济衰退。他觉得好像人来人往的，好像人数变少了，观光人变少了，消费缩手了，他觉得经济衰退。所以他说好，那既然如此，我就要押宝长天期的美国的公债，他就买了。好了，买了之后呢，哎呀，赚钱了。好，然后他就讲啦，如果真如大家现在的一个预估，接下来联准会开始降息，然后呢降，他说呢，他就敲了一个计算机，打了个算盘，他说不用多，只要降息4码，他的这一笔27亿美元的投资就可以让他赚12%，12%。27亿美元的12%，大概有3亿美元吧。3亿美元是多少？新台币100亿耶！所以呢，你看看他6月份，他现在不多，好，这样4码就给他半年吧，就顶多1年时间吧，他就可以赚12%。哇哦，这个投资长你应该可以做到天长地久，而且你应该可以分红分非常的多，00000到我们不知道到底几个零了哦。好，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投资，那你就看到，哎呀，人家早就知道他的投资长他很厉害呀，没有错。那华尔街呢，最近还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很多之前在做川普交易的这些投资者，现在都在落袋为安。那个时候的川普交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影片当中也聊过，川普交易就是大家觉得川普又要课关税，那这个通膨可能又要再起，然后呢，他的一些政策等等，好，于是大家开始川普交易哦，然后呢，就做一些觉得通膨会再起相关的一些投资。好了，那个时候是笃定川普一定会当选哦，因为他的对手是拜登。好，现在还是拜登吗？不是了，换人啦，换成谁？贺锦丽呀，贺锦丽民调蛮好的，募款募得很成功，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哦，那现在的川普好像遇到了一个劲敌，于是乎我赶快。万一他没选上，我的川普交易岂不就是打水漂，岂不就是掉到水里？于是乎，川普交易赶快见好就收，有钱就赚，赶快放进口袋。这是华尔街最近正在做的动作。川普交易赶快通通卖掉了哦。好，那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降息是非常确定的，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进入重点了。你到底应该先买什么啊？真的是买美债吗？如果美债你现在才买，还是一个好时机吗？你看看人家成功交易，人家6月就买，对吧？所以呢，如果真要降息的话，其实你最该买的商品是什么？其实有一个降息的传导速度的不同，所以呢，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我们常讲你在投资的时候，那个 tempo 很重要，投资的节奏很重要。有的时候你看对了商品，但是你买的太早，你那个 tempo 不对，你跑得太快，你也是赚不到钱。那你说我看对了商品，我买得太慢。哎呀，人家赚钱的时候，你就在旁边流口水。所以呢，这个 tempo 很重要。我们整理在这里告诉大家，到底降息来临的时候，它的这个你要赚钱的一个 tempo 应该怎么做？首先，利率期货，但是呢，这实在是非常考验大家的专业度哦。相信大家一定觉得这很难，所以呢，没关系，你可以选第2名，就是黄金。黄金最近涨翻天，对吧？其实呢，黄金之后呢，就是铜原物料商品，就是一个经济铜博士，对吧？然后再来看才是美债哦。所以呢，大家一直觉得降息我就首先要买美债，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应该先看黄金，然后呢，美债之后才是
各国的金融市场才是美股。好，那于是呢，我们就来看黄金最近涨翻天了，不得了，现在还有机会哈。黄金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背景，让它今天不断在创历史新高。你知道黄金啊，今年28次刷新它的历史新高，就是历史新高之后，哎呦，又有历史新高，然后你觉得哇，已经历史新高，还有历史新高，28次刷新历史新高，很厉害。那你说到底为什么黄金长成这个样子啊？它有很多复合的因素啊，在今年全部爆发。简单来讲，央行都在抢黄金，在黄金市场当中，央行在买黄金就很像刚性需求哦。所以呢，当这些央行在买黄金，像俄罗斯、像中国、像印度、像土耳其，你就说哦，那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应该是为了要去美元化，所以抢黄金。对，印度本来就很爱买黄金，土耳其是因为他们的货币一直贬值，所以买一点黄金。好，这些都是央行的刚性需求，但是今年西方国家也开始大抢黄金哦，于是呢，你就说哇，这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个1971年黄金变成一个投资商品以来啊，第一次哦，所有东西方央行都在抢黄金。所以呢，现在有一个统计说，这个挖金矿的矿商啊，他去挖的这个每10盎司就有1盎司是给这个央行给买走1/10。开采出来的黄金都被央行买走，这其实是一个很历史高水准的一个比例了哦，买这么多黄金。好了，那黄金现在贵成什么样子了？好，我们看到了，已经超越了$2500一盎司，现在已经有人说2600在望，2700非常有可能，3000也不意外啊。所以呢，这个黄金的价格持续在往上喷高哦。现在还不晚，因为呢你要降息，还没降息嘛，所以你首先应该是要先看黄金的哦。那黄金呢，如果你赚到钱之后呢，你就开始往下一个传导降息效果的商品去迈进，那就是美债咯。然后最后你再看到美股。好，那当然呢，看到了各国金融市场，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到底呢这降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金融市场的变动呢？其实你应该要除了降息之外啊，你要看的是降的幅度跟降的次数。如果这个降息的一个幅度非常大，你不要先开心哈。幅度非常大呢，代表它降息的次数可能就少一点了。如果你想要这个金融市场可以涨得长长久久，涨得让大家赚得很开心，那你应该要期待的是每次降息的幅度不要降太多，但是次数长一点，让它传导的一个时间长一点，金融市场才会开心笑呵呵。那另外一个大家应该要观察的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哦。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的这个心愿、生日愿望，世界和平。不，如果你是股市的投资人的话，你其实应该希望这个世界越乱越好，因为呢，地缘政治持续处于风险状态，大家才会觉得说，哎呦，那这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经济不好的话，联准会才会要降息救经济，这样降得长长久久的息，大家金融市场才会有持续往上的动力。所以有些事情呢，其实大家要颠倒的看，去想一想背后的一些关键原因，可能可以帮助大家在投资路上更顺利哦。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降息到底对于你的投资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